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我的？我去撒网打鱼，结果捞上来一条白泥鳅。我本来想炖豆腐的，谁知道会变成一个大活人，锅都被你炸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锅我会赔给你。哎，你干嘛你伤还没好，又瞎又残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该去何处？魔神已灭，灵台已空，我没能随他们一起陨落。可这世间再不需要战神明月了。你这小泥鳅还不知道吧？如今魔神伏法，世间一片安宁，再也不需要躲藏和逃亡了。不如你就留下来，替我打打灵功，也好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不会做工。不会可以学啊。这样吧，你呢替我干干杂活，我帮你治眼睛，待你复明之时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再怎么听，也像是我更受益。你为何一定要将我留下？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太孤单了。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，哪怕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如今铜柴凋零，桑丘野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？
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先睡，等天亮了我再找找治眼睛的药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只有一张床，你是病人，给你睡吧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。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也略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这是药草，你帮我把草叶摘下来，放在左边这个篮子，把草梗放在右边这个篮子，然后再把叶子碾碎，把草梗折成小段，好吗？好。多谢。这2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还多着。好。你等我一下。
你闻。走吧。给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墨竹，如果你的朋友离开了你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会选择怎么办呢？若他不是不想回来，而是生死相隔呢？今日若是你有闲暇，可否替我下山买些酒回来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喝酒。不是，我想祭奠我的几位朋友。听闻人间若是有谁的亲友亡故，会以酒招魂祭奠，抚慰亡灵。我有几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先我而去了。你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？灵魂会漂泊无依，最终走入幽冥川，随河水流入世界的尽头。那神呢？神没有魂魄，神明陨落后，便是在这世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无论何处，都再无可寻了。会有人记得他们，那就不算消失干净。这又是新的药方。对啊，说不定这一次就有效果了呢。便是意志不好，也不必强求，顺其自然吧。你这算什么话呀？良药苦口，快乖乖喝掉。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赖在我这儿混吃混喝啊？我不知该去何处，我没有亲人，有人尽死，我的妻子。不，我如今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恨透了我，恐怕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。那你呢？一开始我便说过，你我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明夜，你若是感觉眼睛好一点，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点光，都要记得告诉我，让我有个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好准备一下离开这里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告诉我就是了。你会一直住在这儿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，我可以偶尔来看看你吗？不行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也会立刻离开。你要去哪儿？说不准，去哪儿都行。四处转转，逍遥快活。
若你知道是我，只怕不会想再来看我。小心台阶，来。今日阳光好，你坐下来，我帮你梳头。啊？啊什么？快坐下。这是我昨日新蒸的茉莉香露，便宜你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向若君掉眼睛了。怎么不早说？我看看。你好点没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还以为你眼睛好了呢。你别太难过，一定会好的。这些药草很灵的。原来上苍待我不薄，原以为从此无缘，没想到竟能再遇到你。桑九，若我一直没有痊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这山林中相守？待我找到机会，对桑九实言一告，便带他回上清神域，
再想办法替他调气滴髓。险些忘了，过几日阿兄就要来了，这些日子全然忘了功课。我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俩换一换，你到床上来睡。不行，你眼睛还没好。那你也上床来睡，我们俩挤一挤。你放心，我睡相很好，不会打扰到你。好了，睡吧。好。怎么会还没复明呢？明日我再去山上找另一种药草，听说十分有用。桑九，不要怪我瞒着你，我只想我们如今这样的日子久些，再久些。来，喝药了，吃吃。张嘴，啊！这么甜，是蜂蜜。对啊，谁让你每次喝药都嫌苦？过来。嗯。你上山偷蜂蜜，被蛰了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
我已经不疼了。寡了天欢。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上清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啊！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精怪？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，天欢人在何处？请随我来。圣女开了，我们也是辛辛苦苦的修炼了好几千年，才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，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，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
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。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12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小小花仙也敢冒犯！少女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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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圣女，莫和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竟然入魔了，真是个肮脏下贱的棒妖！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里。时机已至。
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清神域。魔女？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？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！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。桑九，放开我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神君，先救人。是。桑九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何入魔？事情就是如此，神君，绿萼死的实在是冤屈啊！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先起来吧。你们今日受了惊吓，先回去好好休养。谢神君。漠河当真已被屠戮殆尽了。就算是被裹挟逼迫，可你们身为上清神域的天将，怎可如此奴颜婢膝、助纣为虐？神君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都是受了天欢的蒙蔽。那日从漠河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还望神君看在我们为神域相命多年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从轻发落。饶了我们！你们几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滚！带走。是。敢问药王，桑九如今的情形，应当如何医治？我总不能一直用弱水绳索捆着他吧？阿兄，你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父王还没消气吗？河中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一切都好。阿兄，怎么了？阿九，父王叫战神明夜签下了婚书，3日后明夜回来漠河迎娶你，
为什么？是爹爹安排的。明夜战神他同意了。你为了漠河水族舍了仙髓，日后再勤加修炼，也左右离不开这漠河。爹爹不愿你一生蹉跎于此，便说服明夜，答应带你去上清神域，洗髓修炼。待在漠河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你和爹爹不是都在这儿吗？你就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嫁去上清神域？阿九，你听我说，爹爹在为你选一个好的去路。但若你不愿意，没人可以逼你外嫁，你可以永远留在家里，留在父王和我的身边，明白吗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我不催促你，你要好好思量。你若不愿嫁，我会说服父王烧了这婚书。不急，3日之内告诉我答案就好。阿修，我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明夜从未见过你，自然不会钟情于你。可我喜欢他。你果真想清楚了？我想离他近一点，看看我倾慕的战神，看看上清神域是什么样子。阿兄以前不是老说我人小主意大吗？这次就让我自己拿主意吧。还要劳烦阿兄替我操办婚礼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桑九，你只有一腔孤勇和一颗爱慕之心，无论选对选错，都得自己走下去。神君，吉时将至，婢子伺候您更衣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是。红珠姐姐，你说明夜战神是不是讨厌我们，总不让我们随侍在侧？不必放在心上，那几个东海跟来的侍从同我讲过，神君未飞升时便喜欢独来独往，又出身寒武，的确不惯被人伺候。天欢圣女这几日大约就要醒了，她在时千万别往跟前凑，免得被她看见，定没有好果子吃。他那点心思，上清神域谁人不知啊？他痴恋神君多年，眼看着新夫人就要入门，他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本以为你是装傻，原来你是真傻。上清神域之内都传遍了，你没听说这婚事是怎么来的？那位啊，说是新夫人，实际是漠河的棒妖在挟恩图报啊。他们说上回咱们战神掉入漠河，用了他们的。阿九，这是我养的血影珠，你何时想爹爹和我了，就用它看看我们吧。
我来试试，看看我阿爹现在在干什么。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。阿爹，阿九，明夜战神，临行在即，我漠河有一威严相告。或许在你神域看来，我们不过漠河众生，如浮萍缥缈微尘一般。可阿九是我父王眼中的宝贝独女，阿九生来胆小，却连杀4魔救你性命。漠河急迫，却献出冰晶为你疗伤。从今往后，你若敢心存轻慢，薄待阿九，即便你是战神，我也一定要为他，为漠河讨个公道。你是何人？我叫桑佑，是阿九的兄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会幸福的。我相信。
小心。九界归游，未有斩敌。青木之志，难以名言。喜今日赤绳细定，珠联璧合。今以白头之约，书向红笺。灵业与桑九亲日成婚，此敬告天地。如今是我问你，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可怜我女儿，为了救你失了仙髓，还杀了魔兵。若魔神追究起来，她只怕连命都要没了。我可以答应你将桑九姑娘带回神域，为她洗髓疗伤，护她周全。你窃取冰晶，我如可能信你？保不齐你又要哄骗小九，哄骗漠河。此事我确实一无所知，还望傍王莫要纠缠。哎呀，那你便签了这婚书，我方能信你言而有信。这下可以了。战神办事真是痛快。漠河水浅，招待不起真龙，恕不远送了。灵儿，此次你清查府库、敲打豪强，颇有成效，很好。你没有让姑失望，可惜还是让谭太进逃走了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吾便会下令释放叶鞘。多谢父王宽宏。虽然叶家弄丢了谭太进，可是无论景国的新王是谁，以叶家在军中的声望，我还是用得上的。殿，陛下已经下令，命我即刻返回加冠。谭太进没能寻回，可陛下还是放了我。青羽，此举别有深意啊。儿子明白，狡兔尚在，走狗怎能轻易烹制？不说这些了，你祖母呢？我没敢把您的事情告诉她，就说您出门公干去了。你做得对，回去吧。哎，两位大人请留步，我在北方遇到位小娘子，她托我将这封家书交给圣都叶家。多谢。西雾这孩子，我就说嘛，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。太好了，小姐没事儿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楠楠没事。只在四周地理志里，大概知道荒渊的方位，也不知道具体的入口。哎呀，这得走到何年何月呀？
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？狐狸精？真是冤家路窄。你有7尾，道行不浅，为何妖力看起来这么虚弱？还不是拜你们所赐。那澹台烬的血，当真厉害，我被伤了元气，调养了几日都没好。那还不是怪你先惦记我2弟的元神？不过说到底，也是小魔神欠下的债。青石之玉的力量能帮我解咒，应当也能替狐狸精疗伤。好了，我帮你疗伤。你的法术倒厉害，谢了。我自打出了荒渊，就没受过这种罪。你是从荒渊出来的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父母都是当年追随魔神的大妖，我自然也就出生在荒渊里。可荒渊不是被封印了吗？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荒渊的结界的确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存在。不过，荒渊的守护神镇守了万年，力量也渐渐衰退了，许多妖魔都趁乱逃了出来。我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便也拼了一把，逃了出来。荒渊的守护神是谁啊？我没有见过他。好像叫纪泽，掌管时间的咒神纪泽。这过虚境是咒神纪泽的神木所化，咒神的神力可以穿梭时间。若我们用此阵法回到过去，在澹台烬成魔之前诛杀他，就能斩断魔神必将临世的宿命。世上的生灵，早该在神魔之战时就尽数陨落了，他竟在荒渊之中。怪不得魔女跟我说，在那里可以找到答案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你知道荒渊的位置吗？啊，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刚才还帮了你。你们妖怪不是最讲什么报恩吗？我呢，不要你以身相许，你就给我带条路，咱们俩就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就勉为其难给你带趟路。多谢小狐狸精，咱们走吧。叫谁小狐狸精呀？狐狸姐姐，真乖。走那边。澹台烬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等我回来。澹台烬。你太没用了！不必激我。不对，我是死了吗？叶修呢？你没有死，你只不过是又一次被抛弃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叶希雾究竟去哪儿了？你真可怜，他都抛弃你了，你还想着他？澹台烬，一次又一次被抛弃的感觉如何？这些都是谁造成的？你难道不想找他们去报仇？景国的王宫中到处都是你的敌人，你被抛弃、被伤害，他们却毫发无损，纸醉金迷的活着。他们的确该死，可是我已无能为力了。无能为力？你只是自始至终都在被动地接受一切罢了。20年来，你可曾问过自己内心的渴望？内心的渴望？
世间的苦难，他人的折辱，不过全是在帮助你走向自己的命运。你为何不能做那景王呢？为何不能是你来把他们踩在脚下呢？你难道不曾想过，景王之位是属于你的宝座吗？命运可从来不会要你留在这破败的屋棱瓦缝之间，亦不会将你孤身遗留在黑暗之中。你的命运该在何处？你看不见它吗？与其痛苦的苟活，何不奋力一跃？那些该被你千刀万剐的仇人和那至高的宝座，想想看，什么才是你该做与应得的？你眼睛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进了一点灰尘。我说，小狐狸啊，都说了几次了，叫姐姐。狐狸姐姐，我们都出来几日了，您这样悠哉悠哉的，什么时候能到得了荒渊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我伤得很重，需要静养。你方才和人调情的时候，我看着气色好极了。哎呀，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为了提升修为，吸食凡人精气。走上魔修之路，迟早是会死在雷劫下的。我可不为那点修为，我只是觉得那些男人不经斗的模样很有趣罢了。有趣？你也是这么想我二弟的吧？我看他对你却不止如此。游戏人间虽然潇洒，可若别人当了真，或是自己当了真，该怎么办？感情这种事，常是不由己的。小丫头，你可知道什么是情丝？万物有灵智，便有情丝。有了情丝才能爱人。可我的情丝丢了，没有情丝，我也没办法再爱上别人。你的情丝是怎么丢的？我干嘛要告诉你？那我们究竟还有几日才能到荒渊呀？想来去荒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原本是一只9尾妖狐，为了出荒渊自断2尾，毁去了1000年道行。妖尚且如此艰难，何况你只是个凡人，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。你为何非去不可？就算真是送死，我也要去。或许只有在那儿，我才能找到救人的法子。你要救谁呀？很多人啊，好多好多人。你去了也未必能救得了他们，可能还会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你可想好了？若是能把他们都救回来，我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？无论是你带路，还是找别的方法，我都一定要去。好吧，本想念在你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份上，劝你2句。既然你如此死心眼儿，那我们天亮便出发吧。
母后，你为了父王放弃了自己的性命，我却不愿如此。还有那些笑过我、辱过我的人，我将他们都杀了，一个没留。母后，你该为我高兴才是。儿子如今成了大晋的王，举国之内无人能再伤我分毫，人人都敬我、畏我。来人！快来人！瞎说什么？从哪儿得的？回家！此乃暴虐之灾，国君不仁，不保四海，昏庸无道，惹得天怒，降下责罚。是你，是你使的妖术！是我告诉过你，从那日起，你便再无安寝之日。可君之祸，难免祸及百姓，呜呼哀哉！先生，这天劫可有破解之道？谭太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有一天，我要把你和那妖女做骨养魂。谭台明老，人死魂散，你还是安息吧。